命运是天生注定不能改变的吗？金陶仪啊，如果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就不要录了，我要回家。Salut， 我是 Zephyr， 欢迎来到汉蛋801人生侦探所。感谢蛋宝们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频道。然后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也有自己的频道咯，叫做 Miss Zephyr 的人生侦探所。再请大家持续的支持我们，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哦。今天我们要来讲的一个主题是：命运是天生注定不能改变的吗？金陶仪啊，如果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就不要录了，我要回家。好可怕！这是谁的错？没有啦，因为我最近应该说有点碰到人生的瓶颈。我对于这种，尤其是今年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年，就各种转变，就是公司的搬迁啦，然后我的其他方面人际啊，还有我跟朋友还有家庭之间的有一些重大的转变，所以有一点点疲惫。哦，这样。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的方向或是我走的路到底有没有问题。所以你想要知道这个答案。对啊，我是想说如果都不能改的话就不用就直接回家。OK 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还是先来抽一张塔罗牌好了。好啊，好啊，你要不要抽一张？好，这一张。好，你知道这张牌是什么吗？你也不知道。好，我要解答了。它就是我要知道，我现在自己讲。我问你干嘛？这个是命运之轮。好，命运之轮是听起来很严肃耶。其实也不用那么严肃看待它啦，可是它其实可以解答你刚刚说的一些问题。像塔罗不是有分什么大牌小牌吗？对，命运之轮是大牌吗？对。所以是严肃的事。为什么要骗我？不见得大牌就一定是严肃啊。抱歉。对，那我们其实看这张牌面啊，它有4个元素，有看到吗？就是它的4个角落代表的是风火水土。好，那风火水土就是我们说整个大自然组成的所谓的4个要素这样。那其实它指的是说我们整个4大要素，如果它有一些其中有一个有了变化，其他的3个元素也都会有变化。所以它是联动的。对。OK。对。所以你们确实了。对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说那边有可能有比如说火山爆发。对，那可能它的地貌就改变了。对，所以这其中的一个变了，另外一个要素也都会跟着变，不可能是永远都一样的。对，那所以这一张牌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大自然，包含你也是其中的一个生物嘛。自然界的生物。所以这个大自然就是处于一个无常的状态。好，人生也是处于一个无常的状态，因为我们有讲过所有的不变就是变，所以你的人生也是处于一个无常的试炼当中。是，对，所以你的最近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正在改变嘛。对啊，就是因为我是属于土象星座，改变对我来讲是蛮大压力。然后会是蛮抗拒的事情了。对，因为你都会觉得很多事情应该不要照着自己的我会希望它是我觉得安全的状态下移动或者是改变，但超出我预期或者是我没有预想到的，我就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我是会现在是会知道不要去控制它。但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还是会让我觉得很害怕，说那我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然后我这样到底是不是顺流，就是顺着这个水流，还是我其实是在逆流，所以才会逆着风向才会这么辛苦。我会有这种疑惑这样子。
对，可是这张牌其实就是在说，我们的人生既然是无常的，那我们何须要一直执着在当下的这个苦？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学习接受它的变化跟流动，接受你生命中可能会有个改变跟挑战。对，那这些改变跟挑战其实都有可能会是一个开启你成功的契机啊。对，就像如果说好，我们今天的人生如果像是池塘，那池塘的水其实是不流动的嘛。那如果今天只要有人丢了什么废弃物啊，或者是有毒的水直接丢到池塘里面，那整个池塘就整个坏死，水也就不流动，那整个池塘其实没有任何生命生机。那如果你想象你的生命其实如果像是大海，大海就算是有浪潮，又来来去去，但是它毕竟它够大，你能够接受它的来，也可以接受它的去，所以这个整个大海的生命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也是会有生机的。对，所以我的心跟我的视野要再放得更大一点，对，就接受它，包容跟兼容这些变化。对，因为生命里面绝对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嘛。我们在生活当中绝对会有挑战，或是会有变化。那一般人大家都很恐惧变化，那除非是有人是会被逼迫到你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到命运的残酷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去变。可是到那个时候你就想说，我何须到那个时候被逼成这样？你可以在现在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去转念，它其实或许是一个机会。就像你说你的工作上面你有没有想要改变，要不要换？那你或许从这个目前的状况里面可以找出你可以怎么样让你目前工作可以更顺利的策略，而不需要说整个重新都换掉吧。因为重新换掉也有它的风险。对了，你可能要去适应新的环境，你要适应新的同事，要适应新的工作内容，这些反而会是一个风险。对，所以我应该是在目前这个道路上去做转变，而不是到需要去换不同的道路。对，其实这张牌也告诉我们说，它暗示着你是有机会的。而且因为它就是一个4大嘛，然后它是一个正牌，所以就表示说你在天时地利的部分你也有掌握到一些机会，或许你可能之后遇到贵人，对，遇到贵人，好，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找出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个价值，对，这些都或许来说都是你的机会。好，再来就是它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勇敢改变自己。对，因为你永远在舒适圈，就像刚刚说的啊，就像池塘的水，你永远没有办法变化出什么，但是大海有无限的可能嘛。你只要丢舍掉好这个不要就是旧有的自己，对，断舍离。所以我要丢掉一些属于自己的包袱，对，跟标签，对，对，然后断舍离啊，断舍离。那或许呢，你就会像他这样子，风火水土，它当达到4大平衡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也是一个全新的自己。所以这个风火水土都平衡之后，也是所谓的因缘具足了，是不是？对啊，对，对，因为风火水土具足的话，你的这个我才会是一个真正的我嘛，蜕变过后的，对，一个全新的自己。好像也蛮贴合我目前的状态。对，然后这意见对我来讲，的确也是我前阵子在想，花了一点时间在想的，就是我这样子，我到底改变是要改变去哪，还有我到底该不该改变？对，所以确实这一章这个是属于这个所谓命运之轮
通常是注定要改变。就是说他其实是会给你一个机会哦，当你碰到这个机会，而不是一个做白工的状态。对，当然他是说，当你如果愿意去掌握机会的时候，你就会是有达到你想要的成果啊。如果今天机会来了，你不想要掌握，当然就是失去了，那你就可能还是在原来的地方然后承受原本的痛苦嘛。所以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命运要不要改是在我要不要去抓这个东西。没错，不抓或是不动当然就永远不可能改。对，但是如果我去抓了，去把过去的一些东西抛开，它就有机会长出不一样的东西。没错，所以命运其实说真的，有些人是宿命论，就认为说人出生就是这样，或者说啊，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受他不足的那个部分，就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这么痛苦啊，我是不是就是命不好？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出生你就认定你的命不好，那何须学习？对啊，而且我还蛮常会听到有人说我从小就这样子，我个性从小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有办法忍受自己这样因为这个个性然后造成很多困扰的状态下可以从小忍到大。对啊，而且有人说我改了就不是我原本的自己了，也有很多人这样说啊。如果这么害怕不成为不是自己的话，就不应该去整形，也不应该去调整牙齿那都不是你原本的自己了，不是吗？对，他就是因为不能接受嘛，那就只是你不想接受那样子的。对，可是个性上他不想要去改变，他宁可改外在。对啊，因为我想要这么在意是不是自己，可是大家却很乐于去知道医美、牙齿，然后要双眼皮等等的。那说老实话，每一个改变都跟你原本的自己已经不同了，对不对？所以个性呢，就是你没有想改，或是你觉得你不想改，或是不需要改，或是我会觉得目前没有让你找到你需要改的状态吧。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再有借口跟大家说命运是注定无法改变的。对啊，我确实也不是属于宿命论的那个派。我相信所有事情到我面前或是我遭遇的事情都有原因，然后都有可能，但不代表我只能坐着等待。对，就是各种因缘聚合的可能性变化跟组合太多了，我是有机会自己去找出更多的选择。对，因为佛家也说，一旦就是菩萨会把它带到你面前的，就是你需要处理的人事物嘛。对，那如果你真的有好好的过了这一关以后，相信后面就会是顺遂的。因为其实我最害怕的是我没有选择，只剩下这条路的感觉。我不喜欢这样。但如果告诉我其实还有很多选择，你要好好的去审视的话，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对。好，那这样有解答到你的问题了吗？金桃感谢。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拜拜。